今天我们来玩一下最早预售于2021年6月 WF 上海的限定版的嘎子啊。而这款限定版的血字上色的嘎子呢，其实在刚刚放出消息的时候啊，当时就争议很大了。为什么争议很大？因为它是加量但又不加价，所以一出呢就那个老的那个普通版就被相当于变成阉割版了。而且最近是刚刚出货了嘛，这个价格呢也是被导爷们给炒高了，就让真正想玩到这款嘎子的剑锋粉丝或者是冰人玩家呢都非常的愤怒吧。我们家当时也是跑去上海实地去 WF 去看展了嘛，当时那天我们家是睡过了，下午才去的，对，下午才到会场，所以也是找了代购啊，多花了500块的代购费。其实这个限定版定价本身就很便宜嘛，因为它没变化，1615块，可以说是很实惠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次的嘎子呢，增加了血字的涂装啊，还多给了配件，格斯的真人头啊，额外的替换脸上半部分，骷髅骑士版本的头盔，还有相对应的领口。就如果说30这次它不是限定售卖的方式的话呢，本质上这次超豪华的出品其实是非常良心的。确实。并且这次的升级加量嘛，也让我联想到了之前啊 Figma 的升级，但是 Figma 呢只是增加了骷髅造型以及大件的血字涂装啊。相比起来呢，30这次的出品就好很多啊，而且30还给了真人头雕。接着咱们就来最爽的一步，就是拆本体防磕碰和染色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啊？俗称姨妈巾啊。经常有人晒那个冰人的到货图啊，但是就不会拆这些缓冲的海绵。有一些人他是心疼，当成这个收藏品或者是传家宝，而有一些人呢，就是过个眼瘾，就是到货先玩一下，然后就会倒卖掉，所以他就不拆了。描述可以再额外写个全新仅拆嘛。接着就是2个版本的狂战士甲胄格斯的本体的对比了，可以看到限定版的血字涂装给的还是很满的，虽然颜色并不突兀，但是这个量还是挺重口的，我喜欢。其他方面呢，这2款格斯倒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并且呢还会注意到这款血字格斯的血字涂装啊，只是在盔甲的部分做了这一层工艺，而在人物的关节呢，其他一些设定上是软质的、布质的、皮质的衣服的部分呢，是没有做额外的血的涂装的，就比较干净，这个观感上呢是有一点突兀的。同时呢，也会注意到普通版的格斯是有做一层非常漂亮的蓝紫色的珠光漆的涂层啊，该怎么说呢，算是滤镜吧，总之就是很好看。而这次的血字版格斯呢，我通过这个领口啊，就会发现，就是在背部也能看到有明显的蓝紫色的滤镜的漆面啊，也就是说，这次的限定版格斯的涂装就是在普通版狂战士格斯的工艺流程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一层血字的滤镜，而且价格还没有变。总之就是从制作上来说啊，真的很棒。然后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新增的配件，格斯先生的完整的真人头雕。这里啊，我们要先拆除狂战士甲胄的狼头盔的领口部分，然后再拔掉冷静狼头头部，然后再接着拔掉脖子的部分，然后呢再安装上我们的真人头雕，再把领口给安装回去。真人头雕的版本的格斯就出来了，真的不错。因为上次买了普通版的狂战士格斯后呢，我就一直感觉少了点什么。对，当时我们就问会不会有真人头雕。对，毕竟没给真人头雕，那30之后一定会在某一个版本里再出一个带真人头雕的，就挺会做生意的。但确实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就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而这款头雕的做工呢，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很帅啊，几乎是无可挑剔了。硬要说缺点的话，就是可能这个额头前面的头发稍微有点肉，背后烙印这里呢，你看上面还有符文的加持。对，我还去补看了一下漫画，就是小魔女啊，有帮格斯临时加持了一个画了一个对护符在这个烙印上面，说是可以避免格斯的烙印啊，在晚上吸引到这个幽界的死灵啊。但是其实按照剧情来说呢，格斯穿上狂战士甲胄之前啊，这个临时的护符就已经被抹去了，好像是斯兰给抹的，记不清了。但不管怎么样呢，30在出品里啊，按设定增加了这个元素的点缀，我觉得是很好的。斩龙剑呢，这次也是增加了大量的血污的涂装啊。那个刀刃我觉得好帅啊，名副其实的重口，很给力。会注意到剑体中间的黑色部分啊，也是有上血字涂装的，只是呢这个血啊，它是一层透明的红色油漆，所以并没有很明显的颜色变化。整体的大剑呢，血字效果是比同样上色了的 Figma 的血剑是要好看自然很多很多的，帅太多了，做工很好。而大小比例上呢，这款巨剑也是完全超过了嘎子的身高，大概是38厘米左右的高度，而且质感上呢非常的拟真，做得很不错啊。
接着呢，我们拿出格斯的披风，披风本身呢还是和普通版是一模一样的，在接近边缘的位置都有尘土的做旧，这一部分呢倒是没有用血字涂装来点缀了啊，并且在披风的两侧边缘呢，三菱还用了金属丝内嵌来帮助披风可以凹更多的造型，并且呢这个铁丝还是隐藏式的，最外沿呢依然有破碎的布料造型来点缀，可以说是很用心了啊。但是真实中，如果血碰到黑色衣服，好像确实看不出来的。哦，那就是不用涂装了。对对，接着我们就来一个全装备，披风脖套呢，这里有个内嵌的小磁石，放在格斯的胸口就会被吸附住，非常方便穿搭啊。接着套上冷静恶犬造型头盔的下颚领口，再让格斯先生扛上斩龙剑，很不错啊。有那味了。有了真人头雕的狂战士格斯呢，观感上就更加的有亲切感了吧。不过在把玩上呢，我要说的就是这款格斯虽然没有额外的配重，但是上半身外加武器都太沉重了。这把巨剑真的是就像故事中所说的嘛，这把巨剑看起来真的是太超常规了，导致脚踝只是单纯的球形关节呢是不好支撑的。大家平时在把玩或者是摆放的时候，一定要辅助支架来站立或者是展示啊。我视频里啊为了画面效果，所以尽量就没有用支架了，但是很不安全，是比较容易倒的。哦，对了，斩龙剑的剑柄包裹的布呢，在握持过一次以后，就有很明显的造型手的蹭漆啊，这也算是三菱的传统漆面效果了。并且在把玩和握持斩龙剑方面呢，我看到很多玩家他拿到手以后，手腕都断了，可以参照我们之前普通版的那一期。对，在断手这方面呢，我也算是半个专家了。就是之前也是经历过这种折磨，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一句啊，巨剑在摆放造型的时候一定要有至少2个支点，就是不要让格斯的手腕单独受力，而且这个角度啊一定是要朝向另一个支点的。总之这个手腕关节是非常脆弱的，自己是单个支棱不太起来的。同时把玩的场所呢最好是比较温暖的，温度呢一定要适中，冬天呢最好是开个暖气啊，天一冷啊这个塑料就会变脆嘛，就像 MG 高达的那些全可动手啊，我在冬天把玩的时候总是会把手指弄断或者弄掉。但是同时呢，我这次的节目啊，所有的把玩都没有用到吹风机，都只是慢慢拧、耐心操作处理出来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款 MB 的出号机啊，就被吹风机给吹缩了胶啊，所以对于吹风机呢，我是有一定心理阴影的，这次就没敢用了。除了格斯的真人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套件里的头盔还有哪些。首先就是3个头盔造型，然后是1对眼睛、2个嘴，最后是3种领口。同时呢，在把玩头盔之前，也要注意在屋子里开取暖器的前提下，还要准备以下几种工具来辅助我们把玩啊，稍微有点麻烦。首先就来玩暗黑恶犬的头盔。拆掉后脑勺呢，卡榫本身也是电池舱盖，内部呢装上前面提到的 AG1 型号的纽扣电池3枚，然后再把电池盖给装上。之后的一步呢，就是安装上下半部分的面颊，这里的面颊和头盔呢都是有额外一层血渍的，效果是很统一的。接着打开开关，狼头的眼睛就泛红亮起来了，还是狗头帅。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就是亮一会儿，它这个耗电还是比较快的。最后安上后脑勺，我们就得到了发光效果的狂暴恶犬的头盔样式啊。身体部分的胸口呢，安上领口的小盖板，披风呢，利用它的磁吸效果呢固定住，再安装上刚才开了灯的狼头，最后配合上蛇形支架，一个狂战士甲胄劈砍的造型呢就能摆放出来了。这个支架在之前的节目里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观众都很感兴趣啊，所以呢，我这里也是额外说一下，这个支架呢，我花了28块钱的人民币，很便宜，但是也挺实用的。哦，对了，还要叮嘱一下，屁股这2块软胶屁股甲呢，连接是非常脆弱的，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不要给按倒了。并且呢，胯部的大腿关节啊，是可以下拉一段的，做出更多动作啊。这款格斯可以说是超可动了。基本上来说啊，这款设计是挺优秀的，就是兼顾了造型以及可动啊。但是呢，用的关节啥的呢，又没有按照实际的重量或者是大个儿玩具的这个比例来兼容，就导致出现了很多玩家在实际到货以后把玩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啊。就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对，把玩一下升级版的冷静狼头盔。这次的升级呢，就在于上半部分的面颊是可以给我们玩家自己来把控了，就不像上次的普通版啊，是固定死在头盔里的。接着还是套上披风，再安上冷静狼头专属的领口，再安上头雕的部分。基本上来说呢，和普通版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呢，眼睛的部分这次是让我们玩家自己来安装的嘛，所以就让我的内心啊是感觉它更生动了一些，增加了一丝丝乐趣。对，接着继续说回把玩啊，就是感觉
这款的设计是很优秀啊，但是设计师好像又没有实际去考虑过实际把玩的感受，就是套件里完全没有附带支架，巨键呢也没地方可以搭，而且呢也没有对于手腕关节脆弱、脚软相关的一些警示啊，导致就是实际如果完全没有魔玩经验的人来玩的话呢，很有可能导致玩具的损坏。可能设计师就觉得哎帅就完事儿了，但是这个就没考虑那么多了。但是很多玩家还是去补件了嘛，对，这还是很麻烦的。最后一款头呢，就是新增的骷髅骑士样式的头盔了，包含了头盔和领口2个部分的配件啊。这个造型呢，正是鹰之团的战魔兵们攻打魔女的灵术之馆的时候啊，格斯一行人穷途末路之际，师傅啊让史尔基给格斯穿上的保命用的狂战士甲胄啊。但这个造型呢，只是前一任主人骷髅骑士的造型。格斯穿上以后呢，是会变的。对，铠甲很快就变成了格斯心中的这个暗黑恶犬的样子啊。对。这里有个很不人性化的地方，就是头盔少了一个双向球关的关节。这次30呢只给了2个脖子的关节，所以要3个头互换来把玩的话呢，还是比较麻烦的，要替换拔插一下这个部分的。这里呢，我完全没有利用吹风机加热啊，就是单纯的杠杆原理，用尖头老虎钳，亦或是普通的镊子，就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把这个关节给拔出来。操作的时候呢，要耐心和小心一些，利用一些巧劲，就是避免伤到外面的盔甲。然后就是一通安装了，步骤呢和之前的冷静狼头是基本一样的，就这么一个短暂出现的造型啊，也是摆出来了。总的来说呢，这个骷髅骑士造型呢，我并不是很喜欢啊。就比起冷静狼头或者是狂暴狗头呢，不对，反正狼狗我也不知道，都可以，都是没那么帅气的。但是给足了配件这一点呢，30还是很棒的，并且做工上呢和同样增加了配件的 Figma 版本的骷髅造型一对比啊，可以发现30在刻画和纹路上是更加的写实化，以及更接近于漫画里的笔触的表现形式了。OK， 骷髅造型之后呢，这款30的血字涂装狂战士甲胄限定版我们就全部看完了。本来只是想简单做个开箱水一期的，但是拍着还是这么洋洋洒洒的录了好多的素材，也说了好多的话啊。可以说这是目前我玩过的剑锋的周边里面最良心、最齐全的一款人偶了。我也很认同，加量不加价。但是呢，无论是售卖方式，亦或是之后引发的市场上玩家的一些操作呢，都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的。但是就算这样啊，我依然是非常推荐入手，真的很值。还有一点啊，就是本期的视频里我是有给这款格斯做很多动作造型来展示的，但是我的这种游刃有余呢，是建立在之前玩断了一次的经验之上的，痛苦的经历。所以大家把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耐心。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拜拜，拜拜。